苹果想把 Mac 转成 OLED 屏幕的这个计划可能要黄了，这一切还要从前不久苹果发布的上一季度的财报说起。苹果在最近的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报告了 Mac 收入的大幅同比下降。Mac is facing some macroeconomic and foreign exchange headwinds as well. 从104亿美元下降到了72亿美元，在上一季度 Mac 收入也是下降到了77亿美元，和去年同比的109亿美元相比，这个下降的幅度也是很大。那因为这个财报的表现来自韩国的一份报告称，由于对 Mac 销量下滑的不断担忧，屏幕供应商正在推迟对下一代 OLED 生产线的关键性的投资。那为啥这个报告会来自于韩国呢？是因为苹果最主要的屏幕供应商是三星和 LG。那这个报告里面说的对于生产线的关键投资是指什么呢？苹果它的计划是在明年将会推出首款 OLED iPad， 在韩国的屏幕制造商是打算利用现在有的第6代 OLED 生产线来满足苹果在2024年对于 OLED 屏幕的供应需求。然后对于在此后 iPad 和 MacBook 这些更多要使用 OLED 屏幕的设备呢，三星和 LG 是计划建立第8代的生产线。那与第6代生产线相比，这第8代呢就能生产更多的 OLED 面板，这样的话就可以成本效益更高。不过虽然这个通过建新的第8代生产线可以降低每块 OLED 面板的生产成本，但是建新生产线本身可是一件非常大的投资啊！机器供应商在机器价格之外要求他们额外支付开发费用的要求。三星在4月表示，它计划花费4.1万亿韩元，约合大概是41亿美元，这样巨大的投资来建设第8代 OLED 生产线，一直到大概2026年能够建成。也就是三星它在经济状况在 OLED 这一块投资上是其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 LG 也好不到哪里去，是已经处于亏损状态，所以两者都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到底这个新的生产线我是建还是不建？两者如果想要建生产线，而且想把投入到新生产线的这个钱通过提高生产效益所省下来的这个成本赚回来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苹果得保证他们给三星和 LG 的订单数目得够大。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财报，这个财报的表现呢，其实就让人们越来越担心这 MacBook 销售的数量这么低迷，到底它能够向这两个公司发多大的订单呢？而且其实也不光是苹果，就全球在 PC 市场上面的需求是严重衰退的。The industry is very challenged, as you say. It's the industry is contracting. 其实苹果在今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对于这种衰退做出了一点回应，他们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是要求了他们制造商暂时停止 Mac 处理器的生产。那回到屏幕本身啊，那在 MacBook 中使用 OLED 面板其实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苹果愿意为这个面板支付多少钱也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就供应商心里也没有数，到底苹果愿意花多少钱来买他们的产品。那而且用了 OLED 面板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 MacBook 的成本肯定是增加了。那如果面对现在这么低迷的销售情况，如果苹果是想通过保持甚至是降低售价来卖 MacBook 的话，那他们很有可能就会拿这个面板屏幕的供应商来开刀了。供应商现在其实也是认为苹果肯定会试图降低面板的价格，所以这个也进一步导致了在韩国的这些面板供应商对于这么大一笔投资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这么一个担忧是更加加剧的。那也是因为这些犹豫不决啊，根据现在的消息，这两家屏幕制造商都没有下订单购买建造第8代生产线所需要的关键设备，而这些生产线至少需要1年时间才能完成。在制造业有工作经验的小伙伴可能会知道，安装一台新的生产线是多么大的一个项目，即使在项目的初期做足了对于风险控制的评估以及对应的方案，但是有些不可控力它就是会发生。所以我觉得供应商们现在犹豫很可能导致苹果后续更新 OLED 屏幕的时间线也会受到影响。那现在苹果更新 OLED 面板的时间线，根据 Ross 杨的预计啊，是最快在2024年推出配备 OLED 面板的 MacBook Air 以及 OLED 的 iPad Pro， 而 MacBook Pro 的机型呢，预计是要到2026年才会过渡到 OLED 面板。
所以到底是苹果会让步，向这些供应商承诺订单的数量，而且会不太额外压低采购的价格，还是说作为供应商的三星和 LG 他们愿意赌一把，在未来3到4年里面，这个 PC 和平板的出货量能够上升，然后把新的生产线给建起来呢？我想可能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的话也记得点赞、订阅、收藏，一键3连多支持。我是小爹，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